信不信你的大脑已经帮你选好伴侣？我们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有3类人的组合是注定会纠缠一生的。首先第一类，焦虑女和回避男。我们可以这么讲，这俩人格类型是一定会相爱相杀的，因为他们的内在人格匹配度非常高。你要知道，焦虑型依恋都是小的时候他没有获得过来自父母稳定的爱的，那这个就会导致他们在情感上非常的焦虑和无助。所以你会发现啊，焦虑型依恋在择偶上，他通常会选择那种外表看上去非常沉稳冷静的伴侣，因为这个会让他感觉到安全。而回避依恋呢，恰好就这种，他们因为小的时候遭遇过父母的忽视或者冷漠的对待，导致他们不敢再对任何人有所期待，于是给人的第一眼通常就是内核稳定，但实际上呢，他们只是在情感隔离。当然回避男也会被焦虑女吸引，为什么？因为回避依恋小的时候没有得到过来自父母足够的爱，那在他的潜意识里就会一直渴望爱，从而也注定了他会被那些爱得非常热烈的焦虑型依恋者给吸引。但这种吸引不是真正的爱的吸引，而是他们双方都潜意识在重复童年的创伤模式，它是这种虚假的短暂的亲密。所以到了后期的关系，这俩都会变成一个追一个逃的模式。第二个类型，妈宝男和强势女，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俄狄浦斯情节的现实投射，也是一种代际创伤传递。就是你会发现啊，一个家庭如果妈妈太强势了，那他势必会养出一个妈宝男，而这个妈宝男就一定会找一个强势的老婆来沿袭这种家庭关系的模式。为什么？因为妈宝男诞生就在于他已经跟自己的母亲形成了一种病态的共生依恋，他的精神已经紧紧的跟母亲连在一起了。内在的小孩他是没有长大的，那这样的男性长大之后普遍会找一个跟老妈一样强势的女人，而强势的女性呢，她为了满足自己的控制欲，就倾向于找一个没有主见的好掌控的男性。于是妈宝男与强势女在这一刻就形成一个闭环。就这种组合在亲密关系里，它最常见的模式就是女方做决策，男方服从。表面上看非常稳定和互补，但实际上它里边存在着权力博弈陷阱，也就是男方看似是在服从，实际上他在酝酿异性攻击。而这样的关系到最后就一定会爆发出严重的婆媳矛盾，以及生育之后出现的亲子关系问题。第三类，富家女和凤凰男。富家女好理解啊，什么是凤凰男？不是你们单纯的认为穷。这一类人他虽然家境不好，但是他们有一个特质，就是很有上进心，因为他普遍都背负着家族的期望，人生目标也很明确，就是要获得成就和地位。那么这类人往往情商很高，而且非常善于见人下菜碟，而富家女呢就非常容易沦陷。我们一定要知道，富家女在物质上往往是衣食不愁的，但是他们在精神方面她是容易失衡的，会被一些自己很少体验过的经历给吸引。比方说凤凰男身上的坚韧、自我奋斗和自我实现的这种独立精神，都是他们那种优渥环境里的稀缺品。加上富家女在原生家庭中经常被物化为家族门面，这就使得他们更容易去选择一个家境不好的凤凰男来作为反抗的一种手段。但是他们是忽略了凤凰男身上有着严重的自卑自负的情节的，也就是凤凰男会在前期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前途不断的去压抑自己，而一旦实现了加仓跨越，那些被压抑下来的负面情绪就会被他们转化成一种攻击，明白吗？我们每个人所追求的都是自己没有的。当你内在人格存在某些缺陷的时候，你就注定了会被那些能补足你缺陷的人吸引。但事实上什么？那只是因为你们的创伤切合了，而这种关系往往都伴随着很深的消耗，到最后大概率会变成相互折磨的关系。我们一定要记住，真正的爱一定是双方能够在创伤共振中互相觉醒，也就是你要对方身上看到属于自己的课题。当你觉得在一段感情里边你觉得很痛苦，但是又离不开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去内观，去补足自己人格的缺陷，否则你就会在那个很糟糕的环境的模式里边反复的去沦陷。